这里将揭示机器制造正在经历的一场转型和升级。它每分每秒都在改变着中国。从观念转型带动结构转型，以服务赢得先机，让机器充满智慧。这是中国制造迈向高端的国际路径。在这里，我们将知道解决这一切的动机和变革的艰辛。我们制造，推动繁荣和成长；我们创造，走向自立和强盛；我们前行，让梦想变成现实。大国重器。这是2013年中国农历新年来临前夕，40辆刚刚下线的大型推土机被装上了20辆超长重卡，从山东的济宁送往500公里之外的中国青岛港。过去10年，中国迅速成长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工程机械制造业也随之快速壮大。经过近10年的增长及扩张，当生产者放缓前进的步伐时，一系列难题浮出水面。中国工程机械制造的部分中低端产品，国内需求趋向饱和，产能过剩成为各家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于是，一些聪明的厂商早早转变销售模式，远征海外，并且在国际市场上占领一席之地。目前，中国机械制造所需要的核心零部件，主要依赖于国外进口。就在这个港口，当中国的工程机械产品装运上船的同时，大批从美国、日本进口的高端机械零部件也从这里登陆，这是让人不安的景象。核心的部件中国不能造，它自然就把价格抬得比较高，所以最后你整个那个盈利、那个附加价值就很低。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你就不能根据这个主机产品的发展，你提供相应的零部件。现在呢，到了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你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行。让人更担心的是，美国正在进行的制造业回归，力图重塑制造业霸主的地位。美国提出要重振制造业，他提的口号叫哪里发明哪里制造，就是说美国人发明的东西今后不愿意再拿到外边的市场，要在本地造厂。由于人力成本越来越高，中国部分低端制造业已经开始向其他国家外流。中国能改变这种两面夹击的局面吗？中国上海被称作全世界工程机械制造业最顶级的展会——宝马展，将在这里举行。这意味着一场发生在国际工程机械同行之间的角逐
即将拉开大幕。在自家门前，中国工程机械将怎样迎战那些强大的对手？山雨欲来，当未雨绸缪。早在1年前，中国企业就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世界上最大的推土机生产商山推集团迅速行动起来，一个超大推土机项目的研发制造正式进入倒计时。因为随着能源的这种大量的采用啊，这种使用大型设备的工况越来越多。过去呢，完全靠进口，我相信我们研制成功以后呢，能够完全替代国外的进口产品。近年来，工程机械的市场需求向大吨位转移趋势明显。一方面是中国铁路、公路、水利等基建投资的强劲需求，另一方面，世界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需求日益旺盛。中国能不能及时造出像超大推土机这样的大吨位产品，不仅意味着填补中国工程机械制造的空白，更意味着能否抢到全球市场的先机。我们的利润去年增长幅度只有5.18%，我们前10年是28%。什么原因？主要就是需求趋缓。也就是说，你能力过剩的中低端装备啊，你没那么多需求，你的能力你无法发挥；而有需求的高端装备，你现在你的这种本事还不足以把用户的订单都拿下来。这是中国工程机械制造业第一次通过完全自主研发向高端产品发起冲击。刀头、工作装置、松透器，这些大型结构件的受力分析，一定要做好。这4根油缸干什么用呢？上面为什么是网？已经从事20多年推土机项目研发的姚有良，深切感受到非同以往的压力。大家把这些困难嘛，在前面分析得很彻底。怎么去设计啊？怎么去制造啊？怎么去工艺保证啊？多种专业人员去共同去努力干这个事情。显示屏上，超大推土机在鼠标的操作下灵巧地翻滚。姚有良带领工程师们不厌其烦地完善每一个零部件的细节。推土机曾经是中国追逐国际工程机械发展步伐的试金石。今天，中国已经能够轻松制造除却大马力以外的各种产品类型。然而，开发高端产品，难题依然一个个涌到已经在零部件制造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中国企业面前。这里是履带生产车间，履带制造可以说是推土机结构件里关键的一环。推土机能够行走于各种复杂地形，依靠高品质的履带。这里生产的履带全球闻名，包括小松、沃尔沃在内的众多国际巨头，都为自己的工程机械配上了中国生产的履带底盘。孔鹏正在工作，心无旁骛。尽管已经组装过无数条履带，但这次超大推土机上履带链轨的每一个工序环节，都让他极为谨慎。工作的时候呢，都会注意，包括每一个小的细节都会注意。魏立新，在厂里人称汉神。超大推土机项目研发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对于如何打造这个前所未见的大家伙，特别是那把无比巨大的铲刀，魏师傅平生第一次感到了困难。它这个连接件来连接程度，要比平时的一些连接方法强度要高得多得多。
组成推土机的零部件中，焊接件占到60%。焊接的工艺不仅影响整机外观，还直接关系到推土机的工作承载强度和抗疲劳强度。魏立新反复试验后，焊接机器人总是达不到人工的精巧。他决定采用机器人和人工双管齐下的方法。露露是一名普通质检员，他的工作就是严格依照既定数据来检测各种配套零部件，有时标准甚至细致到微米。因为这个产品是我检验的，最后我来判定它合格了，不允许就是一点缺陷我们放过去，绝对没有那一种的。总装车间里，8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正在为最后一道工序忙碌。正常情况下，他们每天要为50辆大型机械安装履带，每副钢制履带底盘重达5吨。而这次，他们要为超大推土机蒙上更重的履带。中国第一台超大马力推土机终于跃然眼前。但车间里并没有人喝彩，因为这个庞然大物还必须接受更苛刻的检验。这是位于中国济南的一座石英砂矿。一场大雪过后，采掘工作变得异常困难。超大马力推土机项目的负责人徐刚特意选在这里进行首次试车。在外边不显这么大了啊，没比较显这么大了。恶劣的气候条件，复杂的矿山作业，一铲挖沙45立方米，需要2部重型卡车装载，1小时完成3195立方作业，效率堪比国际一流产品。都照一张留个纪念。来，我给你照。啊，没等我照过来。哎，这个产品我们采用电控的变速机构、对手离合器，比常规的产品节能在20%左右。智能服务系统采用模块化的制造，所以这些技术呢，都是当代推土机呢应该是最新的技术一个集成。首次试车的详尽数据在第一时间发到了140公里之外的济宁，一个仅限于高级专家参加的小型听审会正在召开。做的那个 SQS 活动，也是把那个生产准备这一块纳入进，就是生产准备还牵扯到就是说研院的试次，所以就是把那个前面又有一个。听审会很快进入尾声，专家们对测试结果表示满意。会议为超大推土机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开天神推。专家们最为赞叹的是这个超级机器的研发仅仅用了16个月。中国企业的产品转型和升级不仅需要勇气，最需要和时间赛跑。国外提出个口号，叫 half the time, half the cost， 要把我们的研发周期过去10年缩短到5年。大家皆都在起跑线上，你把产品提前开发出来，你占领市场。为什么前面还没有既宅式既横式的沟通平台？平齐配合在9月什么都做出来，他不会反对。曾在卡特彼勒美国总部工作了13年的叶文彪，3年前加盟山推。那时候，中国制造业正处在对市场的预期和对自身转型再造的关键时期。此时，他看到了中国人在国际市场上的希望。
我觉得呢，在中国这个 potential 这个潜能更大，所以我也想回来中国。转型转变就是跟市场来配合，每一个变化都是要看这个顾市场的需要，我就用最小的时间去改变。我们要针对最好成熟的产品，最快放到市场。2012年上海宝马展，世界一流的工程机械纷纷登场。开天神推、矿用自卸车、超级起重机等大吨位工程机械的亮相，吸引了全球客商的目光。转型升级，几乎是当前中国企业摆脱经营风险的最好途径。未来5到10年，对整个中国装备制造业来说，都将是转型升级的重要时间窗口，机遇稍纵即逝。从11.5向12.5转型之后，需求逐渐趋缓所带来的这一些挑战，来找出我们今后的着力方向。这着力方向就是说，要更多的我讲的一个提升软能力，提升这个技术自主创新的能力，来支撑我们的产品能够不断的技术升级。1100公里外，一座古都里的制造企业，则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转型领域和升级的方式。这里是充满中国智慧的机器制造故事。西安，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城市。雄伟的秦始皇陵讲述着这个城市的历史。骊山下一家企业，则连接着全球制造业的未来。下班时间，工人们顺着依山而建的厂区奔腾而来，如滔滔洪流，不可逆转。正是他们，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缔造出了一个传奇。这里是陕谷生产厂区的总装车间，工人们正在进行轴流压缩机组装之前的零部件排查工作。轴流压缩机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的各个领域。这个庞然大物是压缩机最核心的部件——转子。在压缩机内部，它的作用就是带动气体高速运动，从而完成压缩工作。杰克是这个月总装车间迎来的新客人，他来自欧洲一家业内知名的专业评测公司。他的任务就是在这里示范一套最新开发的高端测试软件，争取让这个同行们都看好的中国企业成为自己的客户。它的这个测量技术在国内、国际上可以说是非常领先的。它的方法使得我们的产品的应用这个范围可以拓宽，它也提高了这个产品的安全性。最近我们肯定会要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判。很少有人知道，
不断地将这些看似冷冰冰的设备升级完善，是这家企业多年前形成的一种情节。每一个产品从诞生到报废，都需要企业负上全部的责任。天天大家迷恋在内部都自我包装，说我这个事儿做得如何好，说的尽可能要去说得好，不是看做得好的话，那我们这个评价体系就有问题了。这是一场年末工作总结会议，在董事长印建安的主持下，会议内容一如既往地包含着危机和警醒。第一个市场导向，第二个叫结果导向。6年前，印建安也是在这样一次全场大会上，把一封来自云南云峰化工厂的信念了一遍又一遍。信里，一名工作在一线的女工诉说了她在使用闪谷硝酸机组时的困惑。由于机器性能的不稳定，让她随时都担心自己的机组出现故障。中国是世界第1硝酸生产大国，他们的设备占中国硝酸总产能的71%。这套硝酸机组是他们上世纪90年代末生产的第一套设备。这封信震动了所有员工，他们把云南的这套机组拉回了西安，并捐款130万元和企业一起为那家化工厂更换了最新型的设备。在这个阶段千万不能忘乎所以，就是始终记住那个我们是被台风鼓起来那头猪。市场的幸运并不意味着企业就真的获得了离地飞翔的能力。云南女工的来信，在印建安心里触动了企业转型升级的开关，那就是服务的升级。卖出去的设备能不能随时问诊，排除隐患？一系列变革在企业内部全面展开。这是远程诊断中心，大屏幕每3秒钟更新一次。滚动的数据显示着100多家用户、240多台机组的运行情况。80多名经过精挑细选，既掌握专业技术又具备良好沟通能力的年轻人，守候在屏幕前，严密监控散布于全国各地的产品运行状况。你好，王经理。你好，我们那个这边检测到你上一次说的那台机组那个振动值又有点偏高了。对，我们那个准备服务人员2000户到达现场，请你那个再检修一下。再见啊。远程监控，技术专家可以24小时在线，为使用大型成套设备的用户提供技术支持和故障诊断，并在不停机的情况下为客户定制检修和更换备件的方案。服务层面的观念转变带来的蝴蝶效应，让他们看清了方向，更彻底的变革开始了。这次，他们瞄准了工程总包市场，去赚比卖设备更前端的服务领域的钱。马德杰，工程公司负责人，当年总包工程的最初实践者。当时印建安面向工程总包派出第一支先遣部队，马德杰入选。当时宝钢那上钢一厂2500的高炉呢要上 TRT， 印总呢就问这个事情，觉得呢这块我们能不能做？当时觉得呢应该还行，因为 TRT 本身这个技术呢已经比较成熟，就是机组的技术比较成熟了，我们就把它延伸一下了，然后把它做成工程总包就可以。2001年，
马德杰带领几名技术及管理人员，仅用了9个月时间，就带回了3000多万元的产值。一个项目总指挥带着几个助手，仅仅通过系统设计和系统管理贡献的效益，就相当于过去只卖机组获得效益的2.7倍。大家又一次被震动。喂，印建安。在印建安看来，这并不是偶然。他在研究了众多国际知名企业近30年的发展历程后发现，全球制造业巨头早已开始了从制造向服务的转型。目前，欧美装备制造业市场60%以上的利润来自于服务收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通过服务所创造的价值，相当于其海外工程承包总额的70%。我们一直有一句话叫“国外先进制造企业的昨天，可能就是我们的今天”。传统制造已经不再是企业保持发展的唯一动力，和主业密切关联的新型服务，才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对中国制造业来说，这是一条必须得走的路。大家注意一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和唐钢的那个战略合作协议呢，已成功签约了。大家注意一下。你好，小李吗？哦。短暂的庆祝之后，贾亚妮回到办公桌前，她要把中标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参与项目的海外协作伙伴。现在我们的这个到用户去做交流、做介绍的时候哈，我们是先问用户有什么需求。他缺什么，我可以去给他整合这个资源。我还有我的一个协作网的，就给我提供支持的供应链。闪谷的海外协作伙伴不乏世界知名公司，德国西门子、美国艾姆森、GE 等等，现在都和他们有着密切的协作关系。GE 在这个上海的张江有一个管理学院。他们后来有一次邀请去做一次交流，我说的闪谷现在在做2个转变，就是我们在有些事情上我不当民工了，我要当包工头，对吧？当包工头呢，我得组织民工队伍，对吧？我说我很高兴地告诉各位，GE是闪谷民工队伍中的一个成员，对吧？他们哄堂大笑。我说但是这个话玩笑话啊，玩笑话，我们是供应链的这种协同关系。这些跨国公司怎么会跟着一家中国企业号令天下呢？为什么GE愿意参加呢？我们在这个供应链中，每年给我们的供应链的这个合作伙伴提供5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采购方案，而且不断的随着我们市场的规模的扩大，这个合作的范围进一步的在扩大。这是2013年的春节前夕。职工家属们组织起来，敲锣打鼓地奔向厂区，为工作的家人送去亲情和祝福。过去3年，他们通过这个全球协作网络的采购额超过了100亿元人民币。这一次，企业通过转型升级，配套服务带来的销售收入提升了50%以上。眼下，他们又在进行全新的产业提升。这里是渭南华县的陕化集团，在厂区的核心地带，却伫立着闪谷的厂标，俨然是国中之国。这就是企业向更高层次的服务转型的一个方式。过去卖奶牛，就是过去这个设备就相当于奶牛，用户需要我的设备装备，因此呢，我包括工程厂房了什么，我们给它也都建设好。那么最后呢，也就自然而然的发展到这个运营。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是卖奶牛产的奶，也就是我现在给用户卖气体。作为这家气体工厂的负责人，
李洪安看到了未来。金融危机来的时候，那么第一板块有下降，可是我这一块收益非常稳定，企业抗风险能力是越来越强。危机中，各种不安分的尝试，让这些中国的传统制造者触摸到了世界的潮流。靠投资驱动变，靠创新驱动，从扩大这个销售额转到了提高它的质量、经济效益。从光卖产品到卖服务，如果抓住了这3条，这个企业它就能够在市场上有比较好的生存。从制造转向服务，从提供单一产品到提供全套解决方案和系统服务，从跟随市场满足需求到超前研发引导市场的卓越升级，中国企业已看到转型升级的无限前景。这里是充满中国智慧的机器制造故事。上海嘉定，距离2013年元旦只有2天。中国最大的机床厂果断抓住龙年的尾巴，把他们第19家4S 店切入了中国经济的重要区域大上海。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作为一名老销售，骆惠农已经卖了整整7年的机床。从我销售第一台机床开始，就是卖给那个上海大众的。使用数控机床最多的一行就是汽车。2011年，沈阳机床在完成9.4万台销量，连续成为全球第1大机床生产企业后，并没有选择继续扩大生产规模，而将发展目标瞄向了生产型服务业。7年间，他们的19家机床 4S 店遍布中国东西南北19座城市，几乎嵌入了中国所有的制造业基地。离客户更近是他们的目标。如何把我们的机床做到满足这种特殊客户的需求？在我们机床领域里边有一个，就大家都感觉是个坎儿的一个难题。让骆惠农忐忑的这个坎儿，是销售服务模式转变之后的大难题——核心技术突破。在沈阳机床和同济大学联手创办的这个技术研究院里，朱志浩已经被一个又一个坎儿困扰了5年。你得好好弄一弄这一块，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一个，我们用我们的解决方案帮他解决他的一个实际作用。我们做的数控系统或者说运动控制器的研发是一种很基础的技术，而这种基础的技术，就说是在我们数控机床具体表现就是一个数控系统，而作为数控系统，相当于机床的大脑。朱志浩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机床的大脑和他的身体完美结合起来。感觉舒服多了，对吧？现在操作的都是年拿在手里，整天在玩，完全是能做到的。以前，中国机床的大脑数控系统主要依赖进口。德国德马吉和日本的马扎克2家公司牢牢地控制住了这个市场。中国企业付给外商的数控技术专利费，往往高达机床价格的40%。不仅如此，靠组装而成的中国机床在出口的时候，功能还会被加以限制。你没有自己的东西，将来会受整个行业的制约，危险，对国家也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必须得有。这是我们的团队小组，都很年轻。
他们的目标就是让机床的身体和大脑互相协调。70多人的研发队伍，每年动辄就需要超过1亿元资金的投入，研发成果却迟迟出不来。朱志浩有些着急了。当初我明确告诉他是，我们别碰这个东西，太难了。朱志浩提醒的这个人，就是沈阳机床的董事长关西友。关西友无法忘记10年前的那段经历。那一年，他当上了沈阳机床的总经理。当时，他们在全球的行业排名是第36位。那一年，刚刚从国企脱困中挣扎着活下来的他们，参加了芝加哥国际机床展。当时我们认为，就是我们的技术，就机床产业的技术，至少落后于全球的领先行业25年。我没有办法把时光倒退到叫他们停止在那个脚步上。那我们到底怎么追呢？我们必须彻底性的转型，从传统技术转向现代技术。正是那一年的转型决心，把沈阳机床带进了智能化数控机床的新领域。朱志浩他们面临的困境和压力有多大，关西友心知肚明。几个亿的研发资金砸进去，不插手研发工作，是他能给这个团队最大的包容。你要钱我就给钱，要钱就给钱，我月给，年给。啊，他是用的这种刀。头2天开始投入之后，越投入越艰难，越投入越艰难。这张图有点问题啊。这张图的话，你感觉一下，你记一下啊。在关西友看来，智能化无疑是未来工业制造的核心。朱志浩和年轻的团队正在艰难前行。关西友能做的只有2件事：第一是承诺，一旦研发失败，所有风险由企业承担；第二就是等待。还好我们是挺过来了，也熬出头了。结果到10月份之前，我们创新团队那个告诉我成功了，我还有点不太相信。那是关西友和朱志浩毕生难忘的一刻。经过5年时间的不懈努力，通过信息技术、运动控制技术、电子技术、机床技术的高度集成，全球第1台智能化数控机床，2012年8月诞生在他们的厂房里。这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启示，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学西方技术，是不是这种学习专业给我们引导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就我一直跟你学，我超越不了你。但为什么这帮小孩干脆就没理他，他糊的自己就诞生这个东西呢？而且这个实现了这种技术突破和超越，就在这个1个月前，我们突破之后，还招来很多人质疑说你不可能。后来我就很想这事儿，那我们哪辈子能可能啊？这块主机板，就是中国人自主研发的数控机床大脑。而这个大脑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国人走进了全球机床制造商的顶级俱乐部。这样的变化让国际对手极为关注。全球机床知名企业德玛吉的首席执行官在来到沈阳后感慨，
中国企业的2个变化对它影响很大。一是首次在机床行业引入4S店销售机床的新模式，二是工厂里的研发气氛。在他们眼里，中国机床制造企业已是值得尊敬的对手。转型让中国企业走出了完美的成长曲线，中国机床制造企业迅速成长，在世界机床行业拔得头筹。这个被命名为飞扬的智能化数控系统正在试运行，搭在当前市场最畅销的一款立式加工中心的小型机床上。新的智能系统让这台叫做力嘉的数控机床可以在更为精细的领域完成准确的高难度加工动作。我们单独对飞扬系统啊，还真做过这样的测试，就是找一个之前没有使用过飞扬系统的，让他从零开始接触这一款产品，半个小时内他就可以上手，在半天以内他可以达到熟练使用。程序应该没啥问题。他让我调一下，来试一下。探伟和同事正在打磨的样品，看起来有点像微雕艺术。它是一款移动终端的外壳。它对这个精度要求非常的高，他们的精度会要求我们达到头发丝的1/20。转型正在改变中国制造业，而眼前的一切随着新的转型升级步伐，很快又要被改变。按照关西友的设想，企业将从普通机床生产领域逐渐淡出，生产一线的员工比例将由原来的70%压缩到50%，而营销、服务、研发人员将会占到企业的一半。企业核心竞争力到底是啥？技术不是，销售不是，但是它又都是，就是这个意义。当时设计的时候，我们设计李宇鹏曾经是美国英特尔公司的一名项目主管，被关西友请来负责未来机床的平台应用研究。我负责的这一块就是叫超前研发，主要是切合我们未来智能化和信息化的这样一个方向。电子商务平台软实力通过互联网租用我们的床子，是形成这种异地的生产方式。李宇鹏说的这些概念听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它是未来制造的方向。在他们看来，大规模流水线单一产品的制造即将终结，未来人们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设计制造个性化产品，甚至可以边生产边体验。不用这么认真。应该的，应该的。令人为之炫目的未来制造已经出现在电影当中。我正好前天看了成龙拍那电影《12生肖》，里边就展示了未来制造，它就是未来制造的一种方式。北京顺义这家工业设计公司承担了为中国机床重塑外表的重任，机器的外观将在这里被设计师们彻底颠覆。然后怎么能够把这个系统建设成一个又漂亮又洋气又符合沈阳机床现在机床外观的一个规范，可以当成一个工程和课题来做。现在这个设计师为这个从沈阳送过来的机床涂抹色彩，红色代表中国，灰色代表了智慧与平和，黑色这种生命磁场上特殊的颜色极具包容性，代表了一种坚持。别具一格的色彩让机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2012年的芝加哥国际制造技术展览会上，沈阳机床的新5类产品备受推崇，
一款国内卖8万元人民币的机床，在涂抹了全新的色彩后，以$58,000的价格被美国人订购。2000年之后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迹象，叫艺术和技术的有效融合，一定是工业品就是艺术品，未来更是这样的。所以只有艺术是不可复制的。这个对你们这个关西油把自己工厂的世界级设计中心安置在德国柏林，最终形成上海研发、德国设计、沈阳制造、全球销售的格局。放眼看世界，中国制造业不再拘泥于一方风景，他们充满智慧地融汇全球资源，拓展未来的升级与发展的空间。一幅未来世界的工业制造图景，在中国的企业里已经悄然绘制成型。因为各行各业的现代化的水平，它体现了它在用什么样的工具，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生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我说国力的竞争是实体经济的竞争，实体经济的竞争最根本的体现在生产工具的装备制造业的竞争。从传统制造商变成新一代工业巨匠，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经历这样的非凡蜕变。他们的经历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我们制造的东西以及制造它们的方法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也将改变。这里是充满中国智慧的机器制造故事。这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制造业大国，从欧洲到美洲，再到亚洲、非洲，中国制造的机器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市场接纳的生产工具。今天，中国又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全球装备制造的竞争和博弈呢？大国重器，倾力奉献。